谁能想到那个3岁丧父、家境寒微的鲁国孩子，竟在数十年后成为后世尊称至圣先师的千古伟人？他就是孔子，名丘，字仲尼。父亲叔梁纥是个武官，但在鲁国没什么地位。孔子3岁丧父，从此和母亲相依为命。后来跟随母亲搬到曲阜住下来，以后便在那里长大成人。孔子年幼时就聪明好学，对礼节很感兴趣，经常模仿大人祭天祭祖的样子。少年时他读书用功，精通六艺。20岁的时候，他的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，又因为崇尚周礼，将西周初年治理作乐的周公姬旦视为圣人，自己对古礼也特别熟悉，被当时的人称赞为博学好礼。这时的孔子想投身仕途，因此非常关注天下大事，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。但是他只做过一些管理仓库和牧业的小吏，不过他并没有因此灰心，不管官职多么卑微，都非常认真，因此成绩很突出。虽然在仕途上不顺心，但因为博学多才，精通周礼，孔子到30岁时就已经小有名气，有些人还慕名而来，拜他为师。孔子索性就收起学生，办起学来。鲁国的大夫孟西子临终时，曾嘱咐他的2个儿子去向孔子学礼。后来，孟西子的儿子把孔子推荐给鲁昭公，鲁昭公就派孔子到周朝的都城洛邑去，考察周朝的礼乐制度。鲁昭公20年，齐景公出访鲁国，并召见了孔子，就秦穆公称霸的问题与他讨论。由此，孔子和齐景公相识。鲁昭公25年，孔子已经35岁，鲁国发生内乱，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等权臣驱逐了鲁昭公。鲁昭公逃往齐国，孔子也离开鲁国，来到齐国。孔子再次见到齐景公，并向他表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。齐景公非常赏识，想重用他，并打算分田地给孔子。可是大夫晏婴认为孔子的主张不切实际，反对用他。齐景公听从了晏婴的建议，在齐国待了2年。孔子受到排挤，齐国大夫想要加害于他。孔子向齐景公求救，齐景公说自己老了，不管用了。于是孔子仓皇逃回鲁国。此时鲁国的政权仍旧掌握在季孙氏、叔孙氏、孟孙氏3家世卿的手里，他们都是鲁桓公的3个儿子的后代，因此被称为三桓。三桓又在一定程度上由一些家臣控制，因此实际上鲁国的政权是掌握在三桓的一些家臣手里的，史称陪臣执国政，这是和孔子崇尚的礼格格不入的。因此孔子回到鲁国后，虽然有过2次从政机会，但都主动放弃了，而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事业上，并且弟子越来越多。鲁定公9年，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。孔子任职1年，因为政绩突出，于第2年被升为司空，不久后又从司空升为司寇，管司法的长官。鲁国大治，这时吴国在伍子胥、孙武的辅助下大败楚国，进一步威胁到中原一些大国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齐国。齐国自齐桓公称霸之后，国内内乱不断，一直很不安定，早就失掉了霸主的地位。齐景公继位后，任用贤能的晏婴当政，齐国这才逐渐安定，又强盛起来。齐国逐渐恢复实力后，打算收买邻国鲁国和中原诸侯，重整霸业。于是齐景公写信给鲁定公，和他约定在齐鲁接壤的甲骨会盟。鲁定公决定让担任司寇的孔子做相礼，也就是这次会盟的助手，和他一起去参加甲骨的会盟。孔子认为齐国曾多次侵犯鲁国边境，建议这次会盟时鲁国准备兵马以防万一。鲁定公采纳了孔子的意见，去甲骨赴约时派2员大将率领1队人马一同前行。在甲骨会盟的过程中，
鲁国在外交上掌握了主动权，这次会盟后，齐景公就把抢占鲁国的3处土地都还给了鲁国。鲁定公12年，孔子采取拆毁三桓所建御制城堡的措施，史称堕三都，想以此来削弱三桓的势力，但此举招致了三桓对孔子的排斥和愤恨。齐国方面自甲骨会盟后认识到了孔子的作用，因此非常担忧，认为孔子继续留在鲁国做官对齐国不利。于是齐景公双管齐下，利用三桓与孔子之间的矛盾，进一步离间鲁国内部的关系，同时采取大夫李楚的建议，挑选了80名歌女组成一班女乐给鲁定公送去。鲁定公欣然接受，从此和权臣们迷恋歌舞，整天吃喝玩乐，不理朝政。鲁定公知道孔子会尽忠言相劝，就故意躲着他。后来鲁国举行交祭，按照惯例，结束后会把祭祀用的肉分给大夫们，但是鲁定公却没分给孔子，这说明他们已经不想再用孔子了。自己的治国主张得不到实施，孔子非常失望，不得已率领众弟子离开鲁国，到别的国家去寻找出路。这一年，孔子55岁，从此便开始了他14年周游列国的生活。孔子和众弟子先来到魏国，国君卫灵公非常尊重孔子，并按照鲁国的标准给孔子发俸禄，但却没让他担任官职，只是请他参与商讨政事。孔子就这样在魏国住了几个月，有人向卫灵公进谗言，诬陷孔子，致使卫灵公起疑，派人监视孔子。孔子害怕无辜获罪，便带弟子离开魏国，打算去陈国。孔子经过匡城，因误会被围困了5天，逃离匡地。孔子来到蒲地，这时魏国贵族公苏氏发动叛乱，孔子再次被围，不得已逃回了魏国。后来卫灵公的夫人兰子召见孔子，出车时，卫灵公和夫人兰子同乘一辆车，而把孔子坐的车安排在宦官的车后。孔子觉得受到了羞辱，于是离开魏国。孔子一行辗转来到曹国，后又来到宋国，在宋国被司马桓颓加害，但得以逃脱。接着来到郑国，去郑国的途中，孔子与弟子走散，在东门旁发呆。他的弟子子贡问郑国的人有没有看到孔子，郑国人回答说，东门有个像丧家狗一样的老头在发呆。孔子从郑国来到陈国，因晋楚争霸，危及陈国。孔子离开陈国，经过蒲地时，再次受阻。仆人强迫孔子答应不去魏国，才会放了他。孔子便与仆人盟誓，不过孔子很善于变通，这种盟誓是被强迫的，不算数，因此还是去了魏国。卫灵公听说后，高兴地亲自到城外迎接孔子师徒。尽管如此，卫灵公最终还是没有任用孔子，孔子只好再次离开魏国。孔子离开魏国西行，晋国的中谋夷宰必喜叛乱，想叫孔子去做官。孔子打算前去，但他的弟子子路极力反对，认为不该为叛臣做事。孔子很无奈，最终还是没有去。孔子来到蔡国，在这里居住了3年。吴国讨伐陈国，楚国发兵救陈。听说孔子在陈蔡之间，楚昭王便打发人请他。陈蔡的大夫怕孔子到了楚国会危及他们的国家，于是派兵将他围困在半路上人烟稀少的地方。几天后，他们身边就没有粮食了，但是孔子仍坚持操守，弦歌教徒。断粮几天后，子贡找到楚人，楚昭王派兵迎请孔子，孔子师徒这才免于被饿死。孔子在楚期间，楚昭王要分700里的地方给孔子，但孔子曾说过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因此楚国令尹子西担心孔子会像周文王那样，以此为基础称王于天下，因此极力劝阻。楚昭王也对孔子有了防范之心，因此最终还是没有重用孔子。孔子在63岁时从楚国返回魏国，当时卫灵公已经去世，卫出公继位，孔子的很多弟子都在魏国为官。
魏出公也想重用孔子，但孔子坚决主张正名。这样一来，魏出公必须把自己的王位让给自己的父亲。魏出公当然不愿意，因此还是没有任用孔子。在鲁国，孔子的弟子为官时多次立功，季康子觉得孔子的弟子的确是人才，于是派人到魏国把冉有请了回来。冉有率兵与齐国作战，获胜而归。季康子便问冉有从哪里学的行军打仗，冉有说是和孔子学的。季康子为此下定决心召回孔子。孔子在魏国，魏国的孔文子曾向孔子讨教作战的方法，但孔子拒而不答。不久后，季康子就送来厚礼，要迎回孔子，于是孔子就回到了鲁国。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10几年，辗转于魏、曹、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楚等地，期间历尽艰辛，屡次碰壁，还险些丧命。虽然如此，他仍坚持自己的理想，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孔子回到鲁国时已经68岁，仍是被敬而不用，于是他把精力放到了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和教育事业上。诗经、尚书、春秋等就是孔子晚年整理的。公元前479年，鲁哀公16年，孔子病逝，他的学说由弟子继续发扬光大，从而形成了儒家学派。孔子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，也是后世公认的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。